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这里晚上已经7点半多一些了，马上就要天黑了，所以呢，我抽这时间马上在楼顶呢跟大家说几句话，因为明天早上我就返回德国去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吧。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可能有2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在楼顶说的，目前呢还有一点点晚霞，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在我房间了，因为马上就天黑了，所以就不能继续往下录。今天本期节目主要是关于在意大利举行的这个 G7 峰会，它也是史上最弱的一次峰会。因为呢，一个是各个国家领导人在他们国内面临内政外交的那种压力，另外呢，石油美元完蛋了。还有本期节目的重点呢是中国烫着也中枪啊，这没办法啊，树大招风嘛。本次 G7 峰会在意大利举行，这7个自称为领先的发达国家，他们每年轮流举行一次峰会，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以美国为首的小圈子俱乐部。直到2024年，他们妄图呢继续对全世界发号施令。从他们自不量力的表演来看，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丑俱乐部。这是英语媒体平台上网友们对这个俱乐部的，我认为呢比较中肯的评论。美国政治报也说啊，这场峰会看起来更像是最后的晚餐，是7国集团多年来最弱的一次领导人聚会。说7国集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老大，也就是美国。美国现任总统拜登面临今年11月大选的压力，目前看来连任可能就比较成问题，可能性不高，因为在很多州他的选情呢落后于特朗普，而且这位80多岁的老人，他的健康状况也非常的堪忧，老年痴呆症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本届 G7 峰会上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意大利空军表演跳伞落地后，拜登突然不由自主地走出了 G7 领导人聚集在一起的画面，而是独自一人往右走，然后对着空气说话，只是在最后一刻，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把他拉了回来，可能是为了一张集体照吧。即使这样，他依然没有回过神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在他拍照前，他戴上一个墨镜，他的表情非常矮板，呆若木鸡，这是最好的形容。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关于当下的美国，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那就是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在2024年6月9日这一天寿终正寝。因为沙特王子萨勒曼已经正式告诉美方，不再续签这个石油美元的协议，这意味着这个世界正在慢慢去美元化，然后出现世界货币多极化，今后对美元的需求将越来越低。那么这意味着今后多印的美元将越来越难被世界所接受，也就是说这些美元将会留在美国国内，那就形成高通胀以及由此导致的高利率。中长期来说，美国的经济肯定受损。同时，过去1-2年来，中国积极倡导一个叫 mBridge 的项目，目前有4-5个经济体参加，预计未来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多种央行数字货币跨境网络，而这个网络的好处就是可以绕开美元，直接点对点进行交易。那么像美国这样失去了石油美元地位，加上各国去美元化，然后美国的国力又相对衰弱，
中国相对走强，那么这样一上一下也会影响美元未来的走向。没有了美元霸权，美帝国的灭亡也是早晚的事。本次 G7 还有一个决定，那就是这一小撮 G7 国家，他们自己决定把冻结的俄罗斯央行的3000亿美元的资产，每年产生的约30亿美元的收益，直接划给乌克兰。这会让全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的所谓金融安全更没有信心。所有这些对美元、对欧元都不是好消息。还有，我相信大家过去这几个月或者差不多1年，大家也知道了英美两国的不管是军舰也好、航母也好，还有相关国家的货船，屡屡被胡塞武装吊打。可以说英美这两个国家，特别是美国，一次次被打脸。而号称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美国，对此却束手无策。可以说，这对美国的国际声誉是毁灭性的、羞辱性的打击。还有本次峰会 G7 虽然重新大力支持乌克兰，但美国明确表示不会派美国士兵到乌克兰来为乌克兰打仗。德媒甚至说得更加直白，美国无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如果真这样的话，那今后美国还怎么带队呢？另外，在美国总统拜登家庭内部也没有好消息，他的儿子亨特·拜登被美国法院裁定重罪罪名成立，所以他的心情可想而知，真是太烦心了。刚才说的是美国以及美国总统烦心的事情，那么烦恼应该是本次 G7 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他们共同的心情。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英国首相苏纳克，特别是马克龙在本次欧洲选举中，他所在的党大败，所以呢，他立即决定提前对法国国会进行选举，可以说他在进行一次政治豪赌。而英国首相苏纳克，他所在的党在英国国内名望极低，能否当选概率比较低。还有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刚刚结束的欧洲大选中，他所在的党以及他这个执政联盟遭遇了滑铁卢。这选举结果可以说给这个德国本届联邦政府带来了震荡。他所在的党社民党得票率可以说又创历史新低，只有区13.9%。所以参加此次 G7 峰会的德国总理是德国史上最弱势的总理。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的支持率一直非常的低，可以说一直徘徊在危险水域。加拿大总理小土豆，在他们本国国内，面对着对手以及国内舆论的质疑，他的支持率在本国民调中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可能这次 G7 峰会唯一例外就是意大利右翼领导人梅洛尼，他的支持率反而比以前更高了。这也是欧洲他们各国政治集体右转的一个信号。所以为了1个月，最迟1年，这些G7领导人选举的选举，下台的下台，非常不确定。按照选举制国家的尿性，他们落选了，下台了，他们签的各种协议能否执行，还是个未知数。像加拿大、意大利等此类国家，他们的实力还不如中国一个省，所以 G7 能否像他们所自诩的那样，代表地球人行使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权利呢？这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更人啼笑皆非的是，本次 G7 峰会，中国躺着也中枪。德国主流媒体全是关于 G7 国家向中国发出警告的报道，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中国不应再向俄罗斯供应武器零部件。7国集团在峰会宣言中呼吁中国停止向俄罗斯供应武器零部件。教皇方济各也出席了此次峰会，他在讲话中警告了人工智能的危险。G7 国家要求中国停止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一切支持。在最终宣言草案中，他们呼吁中国停止供应军民两用产品，包括武器部件和设备。7个主要工业国家还威胁要对所有向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物质支持的各方实施制裁。根据该草案，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持续支持，使俄罗斯得以继续其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放眼台湾，
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也受到了批评。根据该草案，七国集团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企图。中国视台湾为叛变的省份，北京领导已多次威胁要以军事力量把台湾岛与大陆统一起来，打击中国不公平商业行为的行动。最后，宣言还涉及与中国的贸易冲突。草案指出，目标是针对中国不公平的商业行为采取行动，因为这些行为破坏了就业和产业。这期峰会的焦点是对中国过剩工业产能的担忧。西方政府认为，中国的过剩产能正在挤压全球市场。例如，欧盟委员会正在调查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国家补贴是否扭曲了竞争。据欧盟委员会称，中国电动汽车比欧盟生产的车型便宜约20%，因此从7月起，某些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可能会被征收特别关税。Nach der Europawahl muss man einfach sehen, hier sind viele Regierungschefs, die derzeit angespannt, angeschlagen sind. Der deutsche Bundeskanzler auf jeden Fall, der natürlich auch von hier aus verfolgt, wie viel Kritik es da in der Heimat an ihm gibt. Noch viel extremer ist die Lage beim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en, der ja Neuwahlen angekündigt hat. Und viele fragen sich, was das für eine Idee war, wenn man auch guckt, wie die Finanzmärkte darauf reagieren, wie die Börsen in Frankreich reagieren. Also man sieht jede Menge angeschlagene Regierungschefs. Der britische Regierungschef wird wahrscheinlich in wenigen Wochen nicht mehr im Amt sein und auch der amerikanische Regierungschef da machen oder beziehungsweise Präsident, da gibt es natürlich Gedanken darum, wie es wirklich um seine Gesundheit steht, nachdem es da gestern Abend auch Bilder gab, die zumindes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die Runde gemacht haben, wo man sich wirklich um ihn auch ein bisschen Sorgen machen musste. Das werden wir dann auf jeden Fall auch noch weiter verfolgen. Es gab aber auch noch einen Beschluss im Sinne der Ukraine. Man will das Land mit Zinserträgen aus russischem Vermögen in Höhe von 50 Milliarden Euro unterstützen. Und es gab auch eine gemeinsame Forderung der G7-Staaten in Richtung China. Welche denn? Ja, genau. Also das ist insgesamt das große Thema dieses Gipfels, dieses G7-Gipfels. Wie kann man die Ukraine weiter unterstützen? Und neben den Finanzen merkt man schon auch, dass man den Ton etwas verschärft, auch Richtung China. Da geht es vor allen Dingen darum, sozusagen Akteure ins Visier zu nehmen, die helfen dabei, dass China Russland wiederum hilft. Also dass zum Beispiel Teile, die man in Waffen auch verwenden können, doch den Weg nach Russland finden. Das ist etwas sehr Heikles, weil man das in der Vergangenheit häufig eben auch mit großer Vorsicht behandelt hat. Aber jetzt möchte man das stärker angehen, möchte auch diese Akteure ins Visier nehmen und wohl auch Firmen beispielsweise, die helfen, die Ölsanktionen zu umgehen, also die Russland helfen, doch mehr Geschäfte mit Öl zu machen, als das nach den Sanktionen eigentlich möglich sein sollte. 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网友们是如何看待这期峰会的。第一条评论：为了这个屁用没有的草案，各国现在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下一条评论：除了俄罗斯潜艇，如果中国潜艇也访问古巴，美国会有多紧张？下一条评论：他们有多明目张胆？普京今天发表了明确声明，但被 G7 领导们无视，因为他们想继续战争。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贴出这张图，左边的文字是“不要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右边的文字是从江河到大海，只有和平才能让我们自由。德国知识点评：据说这句话被美国定性为反犹口号，已经属于非法了。那么说好的言论自由呢？下一条评论：你们说的一定是 G7 小矮人吧？与金砖家集团相比，七国集团实在是太小了。下一条评论：但我们和美国却可以为加沙的大屠杀提供武器。这是西方虚伪和双标的最高境界。幸运的是，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现在根本不在乎我们政客的疯狂要求。下一条评论：古巴很漂亮，有了一个新的景点。德国知识评论：这是今日俄罗斯印度版发布的视频，显示俄罗斯潜艇已经抵达古巴，很多古巴人围观。不知道丑国政府、丑国国防部以及五角大楼有何感想？下一条评论：我建议作为回应，西方停止向可卡因、
我指的是乌克兰提供武器，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后，我们终于可以实现和平。下一条评论，欧盟及美国越来越无关紧要，中国为什么要屈服于美帝的命令？我知道你们新闻的帝国宣传室里的观点是支持国际社会主义的，但说实话，您真的相信乌克兰最后的胜利吗？下一条评论，这些价值观西方的狭隘政治贵族令人难以忍受。下一条评论，中国会说，恰恰是现在我们要帮俄罗斯。G7的这种傲慢让我哑口无言。G7领导人嗑了什么药吗？下一条评论，想象中国发号施令，中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中国是谁，也是尽人皆知的吧？例如，中国停止向全球出口1周，全球经济就会崩溃。到底谁向谁发号施令呢？下一条评论，欧洲和美国也不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下一条评论，中国人嘲笑这个自称为主人的种族的傲慢。下一条评论，对了，他们凭什么认为中国会在乎七国集团认为中国应该做什么的决定？美国先是支持阿萨德，然后是内战，接着支持塔利班，然后是战争，等等等等。但现在要中国跟着西方的调子跳舞，他们才不理睬你们呢。下一条评论，在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征收新的惩罚性关税之后，你们似乎真的相信有圣诞老人？看来你们似乎真的相信有圣诞老人。下条评论，这其国家似乎仍痴迷于殖民主义、自由世界中的贸易战和刺激制裁。下条评论，七国集团在说什么？中国同样可以宣布，美国不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部件，太好笑了。下条评论，比较明确的是，这与乌克兰无关，而是与经济实力有关。毕竟，俄罗斯甚至可以通过黑市从朝鲜和印度获得武器弹药。欧盟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地位输给中国。下一条评论，这些白痴要求中国如何如何，我要求 G7 不再向基辅提供武器。下一条评论，哈哈哈哈，笑死人！ G7 这些家伙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下一条评论， G7 发号施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下条评论，如果白人至上主义者下令，中国一定会服从的。好的，朋友们，从评论来看，几乎一边倒在打脸，在讽刺 G7。看来网友们比 G7 的那些小丑政客及德国媒体更明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